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在凶儿的拖延下，萧炎终于是成功凝聚出了毁灭火莲。由于不想跟骷髅古幽废话，萧炎叮嘱熏儿离远一些后，就将毁灭火莲弹向了骷髅古幽。火莲所过之处，周遭空间都是在无声的崩塌。看到这一幕的众人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，唯有那骷髅古幽十分自信自己半生的实力，召唤出万魂骨甲，就准备硬扛这一击。火莲撞击到古幽凝聚出的巨大骨甲时，天地寂静了一瞬。那一瞬过后，就是惊天的爆炸声响彻，旋即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火焰风暴自爆炸处猛地席卷开来，地裂也是肉眼可见的自那处疯狂蔓延。这毁天灭地般的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他们无法想象萧炎是怎么以9转斗尊巅峰的实力施展出如此恐怖的攻击的。要知道，这种级别的火焰爆炸，就算是寻常的天阶终极斗技都是无法达到啊。随着毁灭风暴的蔓延，一直遨游在天际之上的巨大天皇虚影也受到了波及。不多时，他就在九凤惊骇的目光中爆开了。九凤受到反噬，直接就是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。萧炎此时却并没有过多的关注这边，反而是专注地看向骷髅古幽原本所在。风暴退去时，魂族的人看着那屹立不倒的黑色骷髅都高兴疯了，萧炎却是面色紧绷，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巨大的黑色骷髅。他不相信毁灭火莲没有对古幽造成半点伤害。事实证明，魂族的人高兴早了。随着一阵微风吹过，那屹立在天空上的黑色骷髅先是骨甲一块一块的掉落，随后骷髅本身也开始出现裂纹，最终砰的一声彻底化为了一堆骨灰。骷髅化为灰烬的同时，古幽本体突然一口鲜血喷出，他的灵魂逃出来了。抹去嘴角血迹，古幽缓缓抬头，冲着萧炎所在森然的道：好好好，怪不得能够让那些家伙一次次的铩羽而归。萧炎，你果真是有着一些本事，不过即便你能够让老夫重伤，但老夫依旧能够取你小命。古幽的话音刚落，一道金光突然如同奔雷一般的出现，旋即那犹如黄金所铸的拳头就朝着古幽的脑袋轰了过来。这突如其来的闪电攻击让古幽心里猛地一跳，不过他还是反应极快的一掌挥出，做出防御。当的一声响后，黄金巨人暴退了10来步，其拳头上也出现了一个约莫半寸深的掌印，而古幽仅仅被震退了1步。想杀老夫，你还嫩了点。古幽不屑一笑道，随后大掌猛地对着那道金光人影一抓，一只黑色巨手瞬间成型。古幽知道那是萧炎，既然你那引以为傲的火莲已经施展过了，那接下来便跟老夫走吧。古幽狞笑道。然而下一秒，他的黑色巨手就被打散了。一道熟悉的苍老身影自萧炎身后的空间出现时，其淡淡的声音也随之传来：古幽，以你的辈分，对于晚辈出手也不觉得害臊吗？来人竟是药老。萧炎有些懵，他可还没有捏碎药老所给予他的空间卷轴呢，怎么回事？你在古域待的时间太久，我不太放心，便自己找了个时间赶过来，没想到正好碰上。药老悬浮在萧炎面前，淡淡一笑道，随后目光转向古幽。药老毫不客气地指责古幽以大欺小，臭不要脸。古幽也是个奇人，毫不避讳地说，魂族的人都不要脸，只要能够完成任务，不择手段算什么？药老听到这话，直接就给气笑了。明知讲不通的情况下，药老也不想再费口舌，知道欺负小辈不算本事，有脾气就同自己打一架。古幽哪里敢应药老的约架哟？且不说他现在受了伤，胜算绝不会超过30%。就算是全盛时期的他同药老交手，胜负都还是两说的事儿。但输人不能输阵呀。古幽表示，药尘，你可不要太嚣张了。若是自己再招来一位族中老鬼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药尘闻言还未答话，薰儿却是突然出声道：要比人，我古族可不怕你。随后同古清扬他们一起迅速飞掠到药老身后，薰儿直接就捏碎了一枚空间卷轴。这一次空间裂缝出现了，来人是通玄长老。通玄长老的到来让古幽他们倍感压力，顶着2位半圣强者的死亡视线，魂玉一行人也是飞掠到了古幽身后。魂玉低声询问古幽是否需要再次召唤族中强者。
古幽并未立即答话，而是反问魂玉是否有看到菩提心。得到否定回答后，古幽决定先撤，因为现在还不到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，过早的暴露魂族势力可能会影响魂族大计。对于这种结果，魂玉虽然心有不甘，但还是明白要以大局为重。古幽或许是不想太过没面子，临走时不忘冲着萧炎他们放狠话，表示星陨阁注定会被魂殿彻底的踏为废墟，珍惜这最后的享受时间吧。药老闻言毫不示弱地回击道，星陨阁就是块硬骨头，就算是疯狗来咬也得崩碎几颗牙。故疯狗幽觉得跟药老这个将死之人没什么好说的，反正等魂殿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世间将再无星陨阁。寡了一眼萧炎以后，古幽就带着魂玉他们走了。眼看着魂族的人都灰溜溜的走了，天妖皇族的人哪里还敢久留？萧炎看着眼前瞬间跑得精光的人，多少有点惋惜没能让魂殿大出血。通玄与药老却是表示，魂族诡异莫测，极难对付，如今的情况已经是最好的了。通玄又同萧炎有来有往的聊了几句以后，表示自己要带薰儿走。薰儿虽然很不舍要同萧炎分离，但他也明白，在他未能达到斗圣之前，族中的那些老家伙是不可能同意他在外界久留的。于是目光看向萧炎，薰儿轻声道，萧炎哥哥多加小心，魂族的人睚眦必报，此番你们让得他们吃了一个大亏，他们必然忍不下这口气，等他们稍稍腾出一些手来，定然会前来对付星陨阁。萧炎闻言微微点头，他其实明白星陨阁与魂殿这种超级势力的差距不小，但事已至此，他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尽快闭关，争取早点炼化菩提心，让自己进入半圣了。通玄长老见萧炎面色凝重，出声宽慰萧炎不用太过担心，魂族若是想要摧毁星陨阁，至少也得派出2名半圣强者，而这样的大动作，古族一定会提前收到消息。古族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星陨阁覆灭的，毕竟他们不允许萧炎手中的古玉被魂族的人夺走。有了通玄长老透底，萧炎稍稍的松了一口气，拱了拱手就冲着通玄长老道谢。通玄摆了摆手，表示都是小事，以后就出声告辞了。薰儿他们走后，萧炎一行人也启程回了星陨阁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